原来当初杨幂离婚的时候呀，故意在离婚协议里加了一条，让刘恺威至今不敢再婚。但这并不是什么因爱生恨的报复，而是成年人最清醒的风险控制。2011年，那是杨幂和刘恺威故事的起点。那时候的杨幂呢，刚凭借《宫锁心玉》爆红，是内娱最炙手可热的小花。而刘恺威呢，是 TVB 北上的星二代，成熟儒雅，带着港式精英的体面。在拍摄《如懿》期间，两人的恋情曝光。那时的杨幂啊，虽然人气极高，但在心态上呢，她依然是一个渴望被呵护的北京小妞。她在刘恺威身上看到了一个大叔般的避风港。她曾在微博上高调示爱，称刘恺威啊为刘叔叔，言语间尽是小女人的崇拜与依赖呀。那时候的刘恺威呢，也确实给足了她安全感。他在香港买房，写上杨幂的名字，带她见家长，给了她一场在巴厘岛的浪漫婚礼。2014年，两人奉子成婚。那一年啊，是他们关系的巅峰，也是他们关系走向失衡的转折点。因为就在同一年，杨幂做了一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决定，她与上市影业签署了一份价值3.1亿的对赌协议。这是一场豪赌呀，赢了呢，他将从打工仔晋升为资本骑手；输了，他将背负巨额债务，甚至万劫不复。为了赢下这场对赌，杨幂化身成了拼命三娘。怀孕期间呀，还在拍《小时代》呢，产后3个月呢就火速复出。在之后的3年里，她几乎住在剧组，连轴转的拍戏、接广告、上综艺。她没有时间回香港，没有时间陪刘恺威，更没有时间做一个刘家期待的贤妻良母。而此时的刘恺威啊，依然停留在那种传统的慢节奏的港式生活里。他希望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希望杨幂能多顾家。两人的差距啊，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拉开了。杨幂的身价翻了10倍、100倍，她成了家行的老板，成了内娱的女王。而刘恺威啊，依然在2线演员的行列里徘徊，甚至逐渐沦为了杨幂的附属品。这种女强男弱的格局啊，让刘恺威的自尊心备受煎熬。他在采访中那句略带酸味的“他更有商业价值，而我更有艺术性”，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呀。我希望我自己还是比较有艺术性的一点。我不是说我太太不够艺术性，我太太是比较偶像型，就是她的商业价值你也是不可否。如果仅仅是聚少离多和观念不合，这段婚姻呢或许还能维持体面。直到2016年那场著名的夜光剧本事件爆发，这一年刘恺威被媒体拍到在深夜进入女演员的房间独处数小时。消息一出，舆论哗然呀！当时杨幂刚下飞机就被长枪短炮的媒体堵在机场，她面色苍白，在寒风中站了很久，最后对着镜头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就是支持和上场，然后很谢谢大家的关心。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非常。”这句话是他给这段婚姻留下的最后一点体面，也是他作为利益共同体，为了保住对赌协议不崩盘做出的最理性的危机公关。但信任的基石呢，在那个晚上已经彻底粉碎了。从那以后，两人互动的频率断崖式下跌，曾经的刘叔叔变成了糯米爸爸，最后变成了沉默。2018年，杨幂终于完成了对赌协议，嘉行传媒估值暴涨至50亿，她赢了事业，也终于有底气去清理一段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了。这一年的12月呢，两人正式官宣离婚。摆在谈判桌上的呀是2个核心问题：财产怎么分，孩子归谁。财产方面呢，杨幂展现了她的决断。据传啊，她分给了刘恺威数亿资产，甚至保留了香港的豪宅。对于身家几十亿的杨幂来说呀，钱能解决的问题啊都不是问题。最棘手的呀是女儿小糯米。杨幂深知自己忙于事业，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，而小糯米呢，从小在香港爷爷奶奶身边长大，贸然改变环境对孩子伤害极大。但是作为母亲，她有一个绝对不能触碰的底线，她不能让自己的女儿落入后妈的手里，所以才有了那条都市传闻，说杨幂在与刘恺威的离婚协议里加了一条附加条款，如果男方再婚，女儿小糯米的抚养权呢将无条件归还女方。我们无法去考证这条协议的真实性，毕竟没有人见过那张纸呀。但诡异的是，离婚5年多来，刘恺威的人生轨迹呢，似乎正在严丝合缝的按照这个传说在运转。即便身边出现了新人，即便绯闻传得满城风雨，他依然死死守在好爸爸这个安全区里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离婚后的这几年呢，杨幂在名利场上杀伐决断，谈恋爱搞事业，片叶不沾身，而自由的是掌控一切的女王。而刘恺威啊，虽然也传出过恋情，比如与李晓峰的交往，但始终没有再婚的消息传出。刘丹在接受采访时啊，也总是强调儿子目前以工作和孩子为重。他被困在了杨幂为他编织的这个好爸爸的人设里，动弹不得。复盘这场长达7年的爱恨情仇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弃妇的哀怨，而是一个顶级操盘手对人性的精准拿捏。杨幂不需要用一纸协议来报复谁，她只需要用资本和舆论的逻辑，就能完成对前夫最彻底的封锁。当刘恺威选择在那段婚姻中安逸的通过依附杨幂来获取关注度时，他就应该明白，他失去的不仅仅是杨幂这个妻子，更是对自己后半生绝对掌控权的让渡。所有的馈赠都暗中标好了价格，所有的捷径最终都可能变成囚笼。